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的市场行情走势和我判断的差不多。目前比特币、以太坊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小的黑天鹅事件啊。现在网传三箭的老板朱苏已经跑路了，不在新加坡了，人现在跑到哪儿也不知道了，失联了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三箭连最后清算破产他都不想执行了。这个事件预示着和三箭有三角债关系的机构资本们都要硬亏了，1毛钱都拿不回来了，那更别说那些散户们的投资者了啊，一点回血的希望都没了。本来呢还指望着清算，然后呢再回点血，现在呢好了，人没了啊，钱也没了啊，清算也清算不了了。哦对，还有一个事情啊，对盘面影响也比较大，那就是马斯克不收购推特了。对金融市场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两件事情叠加起来，对加密货币的信心是有一定的挫折的。不过呢，无所谓，毕竟最近也没有什么好的操作机会。我在上期节目的末尾也给大家提醒过了，入场时机我们还是要看13号的 CPI 公布的前后。公布之前或者公布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入场。直接说正题吧，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比较多，你们今天可是有耳福有眼福了。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讲有关 NFT 的干货啊，这些都是项目方们的机密，是你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这个课程呢，我也已经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讲过了，今天呢特地破例拿出来给大家免费的分享一下。这个内容就是项目方是如何控制 NFT 的地板价的，和通过什么手段来盈利的，以及如何维持它的社群的。然后在节目最后呀，我还是会说一下我对大盘走势的观点和预判啊。OK， 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转钱。那为了公平起见呢，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真金白银哦。好，直接来讲干货吧。项目方如何操纵 NFT 市场，如何维持 NFT 的地板价，主要呢是通过3个方面：1. 社群管理；2. 持有量管理；3. 均价误区。我光讲标题，光讲这3个大类大方面，你们可能听不太懂啊。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先跟我念一遍：1. 社群管理；2. 持有量管理；3. 均价误区。别急，我会一个一个给你们详细的慢慢道来。你们听完了以后，就能发现新世界了。先来说第1点啊，社群管理。散户们一般买入 NFT 了以后，短期就卖的可能性并不高，只要社群引导做得好，大饼画得好，比如用一些机器人转发喊话之类的，推特发推之类的，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社区了，家人们加油，未来100倍，明天就翻倍，这类的话去维稳去洗脑，假话说100遍就成真话了嘛，对吧？散户们则有可能还因为这些话出现加仓的行为，真的就信了这是个概率事件。你不要觉得你话说的假就没人信了，你话说的再假，你只要说的多，就会有人信。其实项目方 mint 完 NFT 主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让你们信这些话不但 mint 完了以后还会继续加仓，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那则要引出第2点了，持有量管理。假设这个 NFT 预售完了以后，有50%的人会低价销售、低价抛售。实际上呢，实际的数字绝对是小于这个50%的比例的，因为我得到了从400多个 NFT 项目的这个大数据均数来看mint 完了以后1周内就抛售的人占比不超过35%我说50%是为了保守起见，好算账，我们还是选50%
，mint 完了直接就抛售。这50%当中啊，他们在低价抛售的时候，又会吸引别人来接盘，而且这个概率可不低。为啥？等会儿我告诉你啊。咱们先记录一个数字啊，这50%低价抛售的人再砍一半啊，有可能会被别人把他低价抛售的 NFT 买走。那则项目方实际需要扫地板的数字为25%。打个比方，我一个项目 mint 1万个 NFT， 对吧？但是我需要保证有均价的控制权，该怎么办？怎么办？来，我告诉你，一个项目 mint 1万个目标，实际上呢，它真正卖出去的占比不得超过30%。1万个里面，它最多卖出去3000个左右。好。我们就按照100 USDT 卖一个 mint 一个，按照这个账来算，预期的 mint 金额则为100乘以3000，对吧？等于30万 U，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项目方的前期净利润，而这30万 U 当中，有25%可能会被低价抛售嘛，对吧？前期的 mint 者有50%的人可能会选择低价抛售，而25%的人可能还会被社群的人加仓给扫走。那我们取25%，那这25%会形成一个对盘面均价拉低的不良影响。那项目方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扫地板了，对吧？否则呢，价位就不好看始终都会有低价的在那挂着，难看得很，给人感觉不好。OK， 这个时候持有量管理就派上用场了。这个时候，项目方的 N 个小号、小钱包就会大量的高价的挂出自己藏在裤裆里面的那70%的隐匿的 NFT。这些 NFT 它可以挂200、300、500，以拉高均价为目的嘛。所以呢，我们由此可以计算得出地板价的总占比实际为已经销售的30%除以个2。则为15%嘛，因为它只卖了30%，然后30%当中只有一半会被低价抛售我们取15%，那就相当于整个 mint 的 NFT 项目地板低价的占比只有15%，实际可能会更低因为我们要排除 FOMO 情绪的推动。刚才我说过了嘛，这50%里面可能还有人去扫，那实际的数字是比15%还低的别人一看到均价挂的那么高这还有低价的地板，来我买一个，对不对？还有一种人呢，则可能会看到现在均价都翻了5倍、6倍、8倍了，别人都挂的高呀，市场好呀，火爆呀，我自己不能卖那么低，赶紧取消自己的低价挂卖，我也挂个高价嘛。则实际地板低价的占比量期待为10%以下，甚至更低那这个占比相较于70%的高价挂卖是不值一提的，它可能是1/7、1/14并且呢，这个数字还会引发散户们的 FOMO 情绪。那这样又要牵扯另外一个方程式了，那就是如果有散户他的地板价本来是想卖个100U、120U、150U，对吧？他看到了这些机器人小号。当然了，他不知道那些号是机器人小号他以为那些都是真实的玩家，看到别人都挂500、800、1000、2000，是吧？他的 NFT 只卖150U、200U，对不对？你们要算一个数学数字即便是他挂价挂的低，但是他的 NFT 就算卖200U，被 FOMO 买中的几率也只有1/7，甚至更低，1/15、1/20，因为你挂200U，项目方也挂个200U，买中你的概率是比买中项目方的概率要低得多得多，因为70%的挂卖都是来自于项目方的嘛，则剩下有6/7，甚至6.5%，这些概率都是买中项目方裤裆里的隐藏的 NFT 的概率。社群管理做得好，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扩大，所以呢，他们很有可能是我本来 mint 是100U，结果呢，我放到2级市场的以后，我就挂200、300，还是被买到了，那就相当于他100赚100，100赚200，然后呢，他就可以用赚来的100块钱再去扫另外一个低的地板价，把地板扫没了看现在盘子拉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达成无损扫地板的目的，甚至赚钱。
听明白了吗？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第3个关键点啊，均价误区。咱们就以 OpenSea 的显示方式来说，一般是显示均价优先，然后才是地板价。那这个时候就会给人造成一种误区，那就是哎呀，现在这个 NFT 很值钱呀，哇，短期内涨了这么多，对吧 ？Mint 的时候是100U，现在你看人家都挂300、500、800啊，哎，均价好高，哎，这里还有便宜的地板啊，谁挂了个120、80，来赶紧买，这样又触发了 FOMO 机制。实际上呢，项目方只要不把它70%的大量的 NFT 降价，则均价永远不会降。纵使有地板低价的挂卖，项目方还是可以无损扫地板的，或者是被什么推特呀群里面洗脑了，路过的游客一看好买了，被群友扫掉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制造成交量误区。项目方始终会把价位略高的 NFT 左手倒右手，营造交易火爆的假象。那这种数值管理是国人盘最擅长的。实际上呢，很多老外的项目方在这方面做得很薄弱，乃至于类似于无聊猿 Axie 的这种项目，早期的价格管理都做得很烂啊，没有出现短期的急涨急跌。反而呢，你看国人盘啊，今天买，明天好像就翻了几十倍，后天又翻了几十倍啊。实际上呢，涨得慢跌得慢，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你炒作市场啊，你去营销客户需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说连个过程都没有，今天买明天就涨了几十倍，那一定是假数据。听明白了吧？我们玩 NFT 最应该警惕的就是短期内急涨急跌，越是这样，越代表这个项目控盘越严重。不过呢，这种控盘方式它的风险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变高。散户们 FOMO 互相扫地板的热度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能力以及新鲜血液之上的。散户们他们的个人经济如果被透支了，新鲜血液不足了，则散户们就有可能会低价挂卖。但是控盘做得好的项目可以用无损抄底的方式再延迟它的崩盘的这个终点到来，扩大自己的裤裆占比之类的啊。强控的 NFT它甚至可以做到万年均价不低，反正都是他的币嘛，反正都是他的 NFT 嘛，他想挂多少钱都挂多少钱嘛，对不对？但是这有一个关键点啊，那就是项目方的目的是要赚钱，那赚钱的话当然是赚快钱，越快越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看起来是几千人在玩的 NFT， 实际上呢，可能也就只有几百人在玩，而这几百人的共识一旦崩溃，项目方是无能力扫地板的，你们明白吗？这时则会出现比较搞笑的情况，那就是项目方为了维持高交易金额，他宁可左手倒右手买自己拉高均价用的 NFT， 也不去扫地板买便宜的，他就是买贵的不买便宜的。那这样的话，如果被人看穿了，则会进一步引发恐慌抛售。为啥？因为低价的 NFT 始终都挂在那儿啊！你甭看现在整个盘子每天的交易量几十个以太坊、几百个以太坊、几千个以太坊，实际上那都是项目方自己导的。始终还是有那难看的、恶心的，就是比较令人恐慌的低价的 NFT 在那儿挂着，不好看。而此时呢，项目方就要考虑到最后的收割阶段了。那如果说大家的共识进一步的崩塌了，都挂得低了，这个时候项目方就无能力扫地板的话，那么就会开始出现收割了。他会把自己裤裆里面存货的 NFT 拿出来，比你挂得更低，怎么样都是他赚钱，明白吧？他会挂得比你还低，然后呢，买到的变成现的还是他项目方的 NFT， 而且呢，这个时候盘子已经比 Mint 的时候还要拉得水涨船高了一点，它的利润是更大的，明白吧？那这种玩法就是典型的比跑得快的游戏。其实项目方他控制了70%以上的货，所以呢，就算出货，不管是卖贵还是卖便宜啊，被别人买到的概率，那先出货也是出的项目方的货嘛，对吧？你们第一波 Mint 的钱已经给项目方足够多的营销资本了啊，实际上30%甚至10%都不到的销售占比是无法卖过项目方的，也就是说 ，Mint 完了以后，散户们还要帮项目方抬轿子，
而这种 NFT 崩盘的时间，一般是在项目方自己一直出货，一直出货啊，等自己出掉的货的占比啊越来越多，他自己存货的占比越来越少，他自己手里面的货可能小于40%的占比了以后，他则丧失了控盘能力了。这时候呢，就是最后的阶段了。如果散户们都是继续降价卖货的话，则项目方可能会比你还要拼命的降价卖货，卖得更快。然后呢，还要配合这些群组呀、网军呀这些机器人，在群里面、在推特上面刷留言说：“哎呀，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了，大家赶紧买啊！”实际上呢，买的还是项目方的 NFT， 保证先卖他的。这样的话，一个图片类的 NFT 就走完了他自己的生命周期了啊，留下一堆垃圾和被套牢的人。你们仔细去想一想，这个节奏和这个操作逻辑，是不是面具人我说的啊？你们去看你们熟知的这些 NFT， 包括最近上的这些 NFT， 包括已经死的 NFT， 啊，是不是都经历这个流程？嘿，其实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计算问题，比的就是谁跑得快，比的就是概率游戏。在项目初期，啊，你玩这种项目是有可能蹭车成功的，撸到点钱的，而大部分情况下，你都是被项目方操纵的，明白了吧？啊，没有买到预售，你就洗睡吧，听懂了没？而且就算你买到预售了，你还要比谁跑得快。其实这种项目，哎，什么图片类的，什么共识类的 NFT， 啊，什么这个图片挖矿之类的，它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是数学资金盘。而且项目方从一开始设计这个玩意儿的时候就没计划让它活下去，他只想着要赚快钱。不过呢，这种庞氏骗局拉人头的游戏，什么高额返利几百倍几十倍的这种骗局，还是有非常大的魔力的，始终都有人玩，狗改不了吃屎嘛，对不对？只要脑洗得好，告诉他几十倍几百倍，就会有人上车。其实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骗局，而且大家都要参与到这个骗局里面，互相编织谎言，互相骗，宣传这个骗局去拉人头。你问他为啥能赚钱，他就告诉你，今天翻几十倍，明天翻几十倍啊，财富自由。怎么样财富自由？他不说，他只告诉你，明天翻几十倍，后天翻几百倍啊，拿好，家人们要发财了，然后拉人头，拉人进来，把钱放进去。实际上这个钱放进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面具人我不反对拉人头啊，但是我反对没有意义的帮别人拉人头做没意义的事儿，帮别人拉人头成就一个骗局，用骗局再去骗另外一个骗局，帮人拉人头追逐不存在的幻想，这很脑残。你说像毛泽东拉人头加入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还差不多，或者是成就一个真正的大生意那还行，但是你说拉人头给别人送人头去搞骗局，追逐不存在的虚无缥缈的骗局，真的是脑残。说白了 NFT 的项目运用的还是传销技巧，其实网络传销和实体传销运用的心理手段是差不多的。你们仔细观察啊，网络传销和实体传销他们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就是封闭空间，听懂了没？封闭空间同温层。至于实体传销在封闭空间里面开会洗脑，给你讲解商业模式，讲解这个拉人头、资金分红啊、翻倍比例，对吧？把你关到小屋子里面，或者弄一个会场啊，封闭起来啊，大家互相洗脑啊。相较于实体的网络传销，则是通过封闭的群或者 KOL 集权管制而达到目标的。你一个封闭的群啊，在里面互相洗脑、互相说来说去的，不也就跟你去参加什么传销会是一样的嘛？只不过一个是封闭的房间，一个是封闭的这个网络房间嘛，对吧？啊，这种洗脑呢，还必须要反逻辑。怎么反逻辑？让消费者只想到结果，不想目标啊。比如你一个 NFT 今天买了啊，你明天涨5倍。如果说大家都买5个，你明天就涨50倍。如果说大家再买5个，你就相当于涨了250倍了。啊，这个算术是没有逻辑的啊，就是瞎说。整体的信息传递是通过煤气灯效应完成的。其实，面具人，我早就看穿你们这些买 NFT 的买家消费者心里面都在想啥了。来，你们告诉面具人我现在说的这句话，把你们的心里说准了没？那就是你们每个 NFT 的买家，其实心里面都担心自己成为受害者，害怕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怕亏钱。
买了以后心里面一直没底儿，对不对？而项目方则会通过有意无意的将虚假、片面或者欺骗性的言语灌输给你们，灌输给受害者扭曲受害者的认知。比如在群里面告诉大家，今天翻50倍，明天翻50倍家人们努力加油赚钱了，黎明就要来了，让他们只专注于结果，而不去思考如何去达成这种结果，最后让大家都形成斯德哥尔摩，让大家都觉得家人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任何质疑和反对都是不利于项目的，都是损害团体利益的，都是对家人们不利的，害家人们的。然后呢，项目方再靠煤气灯，那就是所谓的利好，某某大 V 鼎力推荐，某商业团体可能会投资，巴拉巴拉一大堆的话项目方正在努力，项目方在做事儿马上就要有利好公布了，以此来拖延时间，降低这些消费者、受害者们的心理贬值，让他们不至于把这个盘子崩得那么快。而项目方再趁着这种拖延来的时间，再想办法继续套利，直到项目方认为自己的利益满足了之后，则 game over。其实这种盘子最可笑之处是在于，大部分人在玩这么一个图片的过程中，他确实不会去思考过程的合理性、商业模式的合理性，他只想要结果，他只是每天躺在电脑跟前，躺在床上想看看这个 NFT 图片明天就翻50倍了，后天就翻100倍了，家人们要发财了。他只想结果，赚多少倍，能赚多少钱，能让他改变命运，而不去想这个结果有没有可能能达到，项目方的商业模式有没有任何的实际可操作性。如果说有聪明的人想到这一点问题了，那不好意思，这些人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项目方要赚大部分人的钱我们要骗的是好骗的钱。什么样的人最好骗呢？傻逼的钱最好骗呀，对不对？那各位观众，面具人我就问你们这社会是傻逼多还是牛逼多？当然是傻逼多了呀，是不是项目方的定位就是赚多数人的钱，至于少数的有思考能力的、思考合理性的聪明人整天揪着什么商业模式呀揪着这个项目他到底在干啥呀你揪吧，你不是我的目标客户嘛，对不对？能思考这种问题的聪明人也不会去买盘子 NFT 是不是人家没必要在聪明人身上浪费时间，所以聪明人不是目标客户。这种盘子 NFT 它的市场标的的本身定位的就是傻逼，那你还买，那你是什么？你告诉我一还是二一是傻逼，二是牛逼。传销大部分都是骗中年人、农村人、学历低的，或者是闲得没事干的家庭主妇，渴望暴富的却又没什么社会经验的人。是不是传销骗的都是这类人？一是，二是不是？来留言告诉我盘子 NFT 呢？你们仔细想想他的目标客户是不是这类型的人各位观众，你们的心里我说中了没？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你们为什么会心慌？当你们买一个 NFT 的时候，你经历的心理过程其实是这样的。在你买之前你看了宣传以后，看了这些图片，感觉好看，感觉前景好得很，今天翻几十倍，明天翻几十倍，买了以后就能赚钱。可是认为说对了请打1，认为说的不对请打2。为啥？因为你就对这个东西根本不了解，你只是听信了所谓的片面的涨几十倍、涨几百倍的这种骗局性的谣言，把你给洗进去去买了。而实际上呢，你对这个商业的合理性、它的前景，你是没有经过立体计算，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说的对不对？好，咱们再来说一下盘面比特币和以太坊今天是跌了那跌了以后呢，我们还是顺势而为。它跌了以后，我们继续看跌；它涨了以后呢，我们倒不能看涨因为这2天确实是风云瞬息万变，市场上发生的东西、发生的恶心事情太多了。就像今天3件是彻底跑路了，那他一跑路，很多机构是彻底死了，一点回本的希望都没有了别说回本了，一点回血的希望都没有了。那这肯定会对加密市场造成冲击的。但是咱又不是先知
虽然面具人我一开始我就说过，三件的老板他打从心眼里就不想还钱啊，我算到他会跑路了啊。现在不是你们操作加仓的一个好机会，还是我那句话啊，入场的好时机，我们还得再等一等13号前后啊。如果有更准确、更好的时机，我会提前的在会员群里面告知大家、提醒大家的，因为我有那个会员公告嘛。如果你想要及时的操作指南，包括参与我的一些靠谱项目，学习我的一些行业经验，包括那些项目方的运营技巧啊，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43，你们还是可以啊跟那些什么给交易所打工的走狗们啊。听听他们的节目，币安好，币安是他亲妈啊，哪个交易所是他亲祖宗啊？来扫我的二维码，让我赚2块钱。你看面具人我赚不赚那些钱？我不但不赚，我每期节目还给你们撒钱呢。别忘了转发我的节目，参与抽奖啊！祝你好运，再见。